那些东西了。叛兵和刘备马上就要杀过来了，我们快逃命吧！谁来我跟谁拼命？我大半辈子攒的家当，谁也别想抢走！这个疯女人还死守着这些破东西，让大家跟着倒霉。你这个灾星，都是你，是你给我们家带来了厄运！娘！我不是在追小说吗？这破茅草屋怎么跟书里的场景一模一样？我擦，传书了！我成了反派舅母，而且这章就要被外甥嘎了，怎么这样？快点醒来，不然活不过第2章。娘，你怎么样了？你终于醒了。我没事儿。村里人都要走，我们还是走吧。要是走了，按照剧情，半路就要被外甥嘎了，不如让他去拯救他的乱世。我去找个偏僻的山里，开荒种田，躲避乱世，能活一天是一天。不能走。哎，娘咋变温柔了？犟婆子，你还要收拾东西？你要死就自个儿死去，别拖累孩子们。村长，您来的正好，就让聂梵天去给您拉车吧，他力气大。舅母，我怎么能丢下你们单独走？还愣着干什么？收拾些干粮和盘缠，让他赶紧走。你还愣着干什么？我们也拾东西。娘，我们也要走。谁说不走不走？难道在这儿等着被人砍头？哎呦！靠，穿个书还赶上乱世，要活命只能多带粮食去山上躲着。靠，这是什么天崩开局？红薯得囤着做种，母鸡得给巧云背着生孩子，这点粮食走也走不远，去你爹生前烧炭的山上吧，那有个堆炭棚，先落脚再想办法。那里不好住人，那里山虽然高大，但土坡石头多，种不了地，周围也没啥野物，到冬天会饿死的。你媳妇儿这肚子还能走远路吗？你是不想要媳妇儿了？别啰嗦，先带上东西去看看能不能住人。这山路也太难了，要是上面真没啥出产，怕是真要饿死。我的亲娘啊，终于到了。大致检查了下，木棚没有倒塌，只需要换一个棚顶，凑合能住。让我满意的是，旁边就有一眼山泉，虽然不大，但水色透亮。巧云也是个勤快的媳妇，自觉打扫起了卫生，忙忙碌碌干了1个时辰，中间还就着山泉吃了半个杂粮饼，终于是将炭棚清理干净，看上去就赏心悦目多了。此时天色已经开始变暗，趁还看得见，赶紧下山吧。明儿一早搬东西上来。好。娘给。巧云，你把3碗粥倒进锅里搅和一起，再给我们盛起来。娘，我不敢。巧云，你记住，以后的饭要一样的盛。我是长辈该吃好的，二瑞是家里老李该吃好的，你肚子里有孩子更该吃好的。以后我们要顿顿吃好的。娘，我们能吃什么好的？娘，这不合规矩。什么规不规矩？这个家只要我一天说了算，你们就得听我的。于是，巧云吃上了她人生中最平等的一顿饭，虽吃不饱，但也心中暖和。谁？将士，你们还没走吗？是小满啊。我们打算搬山上去，你们家还不走吗？你们什么时候走？我们也想上山去，但是我爷奶不肯走。为什么不走？你们家山上不是也有炭棚吗？爷爷说山上没地方种粮食，躲在上面不被冻死也要饿死。和你爷爷说，我们先去山上躲个把月，等到战事一稳，自然会有人来管的。谁做江山都没有杀光老百姓的道理。好，我再去劝劝爷爷。虽然小满家的男人残疾了，只有15岁的小满一个出力，不过多户人家多户力气，总有互相帮衬的时候。江婶，爷爷他答应了，我们明天一起上山吧。好。等到天亮，村里冷冷清清，我们和小满一家5口带着行李朝山里出发。小满背着一个人艰难往山上爬，因为每家的窑口和炭棚都在不同位置，我们2家在半山腰各自分路。3人到现在已经累惨了，先得吃点东西再干活。从旁边收一些树叶干枝，然后随意打了个灶台后，巧云用昨晚烙的粗粮饼和剩下一点红薯，借来水凑合煮了一锅。环境虽然简陋了些，不过吃的悠闲，比在村里提心吊胆强。现在只有1个床铺，得在天黑前再收拾个床铺出来。现在才3月，没个铺子可就难熬了。二瑞从山崖边割些茅草，铺在茅草房里当床铺。巧云在旁边的小水坑里将锅碗瓢盆清洗干净。趁着二瑞2人修棚子，我独自走进旁边的青冈林，想要寻觅些东西。果然有青冈果。青冈子去色后可制作淀粉、豆腐和酿酒，可以当主粮，除去种子可以吃。青冈树皮具有健脾止泻、收敛止血的功效，可治疗脾虚腹泻、出血和恶疮。现在的青冈子刚脱落，还新鲜着，赶紧多捡些。这满山的青冈树处理好能顶好一阵了。
我爷爷是位老中医，从小逼着我背《本草纲目》，认识百种草药，如今也算派上用场了。巧云，你别跟着累了，我来吧。你去拿一段腊骨头炖上，再蒸3碗苞米饭。娘，今天能吃肉。哼，不想吃就别吃。那点腊肉是我穿越前冬天冻死的小猪得来的，原生的姜汁谁都不让吃。不过我管他这那的，先填饱肚子再说。完了，肉放多了。巧云，下次再炖肉，再多炖些。以后还要炖多些。这……巧云，你忘了我昨天说的话了，该吃就吃，我还等着你生一个大胖孙子。媳妇儿，你吃，我有萝卜干，也好吃。真好吃。穿越过来，终于吃了一顿饱饭，哪里还管梳头洗脸，累了2天才第一次倒下睡觉。这一觉睡得香，浑然不知山下的村子已是火光冲天。黑夜中，我只觉着身姿轻盈，飘在空中，忽然白光一闪。这是怎么回事？怎么又回到家里了？不是传书了吗？那听的是什么书？怎么模模糊糊听不清楚？娘，山下起火了！什么起火了？娘，是村里烧起来了，二瑞起来的撒尿发现的。这是做梦。虽然值钱的东西都带走了，可看着家被大火吞噬，依然心如刀割。战争给少数人带来权势和富贵，受苦的永远是百姓。不过还好，所有人都平安活着，也包括那个聂梵天。火光渐渐消失，再回到棚子里，我也无法再睡，索性坐起来天探守夜，听着外面的夜鸦啼叫到天明。大燕朝农家的习俗是一天只吃2顿饭，天大亮了，巧云红着眼睛开始做饭。娘，我想下山看看。看什么看？下面的流民正等着人上门，好抓住你割肉吃。村里房子烧了，人还得活下去。徐二瑞不下山，只是去了小满家的炭棚。昨天上山，大家都匆忙，也不知道他家过得怎样，还是赶紧把青缸子剥壳，挖个池子泡上先吧。这青缸子把壳子砸破后，必须得用活水浸泡好一阵，浸泡越久，口感也越好。娘，这青果有毒，泡着干啥呀？全家吃。娘，我以后只喝清汤，不敢再吃饭了，不要毒死我！怪不得昨天晚上那一顿又是肉又是干饭，这是吃完粮食要毒死全家了。你一惊一乍的干啥？起来！就你现在这干柴一样的身体，还怀着孩子，只喝汤不得要命了。娘要毒？谁说要毒死人？这些青缸子能吃，只是要先去了毒性。从小周围人就说青缸子不能吃，顶多用火烧熟吃1-2个，也没人敢用来当饭。菩萨保佑，让我少吃点吧。娘，大家都没事，小满家也做饭吃了，他家炭棚比我们的好，以前大柱哥就用的石片子砌墙，昨天扫干净就住下了。大柱就是小满瘫痪的哥哥，从小也是个勤快懂事的娃。他瘫痪后，就轮到小满上山烧炭，我们家也是一团糟，只能先把自己拾掇妥当，再关照其他人了。趁着天晴，赶紧再弄个厨房和单间出来，这样巧云可以有地方做饭，我也可以自己住一间，不用再闻二瑞的臭脚了。江婶，我爷爷想你来一趟。好，我正好有些事想请教你爷爷。长庚伯，二瑞他娘，你坐。你们棚子搭的咋样了？要是缺人手，就让小满去帮2天。啊，这样不好吧？你家也需要人干活。二瑞娘，现在没地没田的，我家里又不急着干活，就让小满给你干几天活吧。那太感谢伯娘了。不过长庚伯，那些流民万一上山来怎么办？啊，我让小满叫你来，就是说这个事，从村里到这片山只有一条近路，我准备封住。你家要是还有什么东西要回村呢，就赶紧去一次，以后就不好走了。好，我们马上就去一趟。天微微亮，我徐二瑞、小满3人带着背筐和绳子悄悄下山去。此时的村子安静如死，环顾了几家，发现没有流民居住的迹象。不过我们依旧小心的在一家家破烂的房子里搜寻着，火镰、岩石、雄黄粉、石灰粉，还有一些瓜豆菜种子，还有纺车。正当我准备疯了一样要扛走一个石磨时，江婶，别带了，我爷会石匠手艺，我让我爷新打个石磨就是了。哦，牛批啊，好啊！
收拾完东西，三人匆匆上山。巧云早就熬好一锅粥，还在火堆里煨了2根红薯。累得不行的我们，匆匆把饭吃了，就去干更重要的事。唯一连接山下的小路被山石掩埋后，我和小满家就此成了与世隔绝的一方净土。经过一晚的休息，我继续开始修建我的小单间，用石片和黄泥砌墙，顶棚铺上小满带来的树皮。原本是只打算做个棚子，修着修着就成了一间规矩的房屋，顺带还砌了个炕。炕这个玩意儿在徐家村是没有见过的稀罕物。第一个炕点火成功后，我马上就指挥二瑞和小满在炭棚也搭了一个。巧云也是做惯农活的，别人前面砌时，他就用稀泥将墙抹得平整光滑。这炕能搭成功，还多亏我刷了些乱七八糟的视频，没想到真派上用场了。小满很喜欢炕，白天学会了，晚上就回去给自家搭。当晚，小满爷提了一个篮子，带着小满从崖下上来找到我。长庚伯，大婶子，有你这炕，我那瘫痪的大孙子冬天也好过了。这4个鸡蛋是少了些，多少是个心意。现在兵荒马乱的，不然你这手艺1个月也能挣些银子。长庚伯，现在世道乱，大家互相帮扶，把日子过好，啥钱不钱的，先保住命先。房屋完工，二瑞去帮小满家干活，我开始处理第一批浸泡的青冈子。青冈子里面的淀粉含量超过大豆，只要能处理好寒毒的单宁，就是美食。先用石臼捣成浆糊，反复漂洗过滤出淀粉，掺水熬煮成稠糊状，最后晾凉。凉粉看上去很没食欲，切成细条，舍不得用那几个留种的辣椒，我加了碾碎的猪鱼和花椒，同样麻辣咸香。快，娘，这个真的能吃吗？馋丫头，当然可以吃，只是你兜着娃，先少吃点，适应下肠胃。哈，娘，好好吃啊！呵呵，慢点吃。只要气温回升，春雨一下，山上其他吃食也会渐渐多起来。土地虽然贫瘠，但养活2家人还是够的。天一亮，我把昨天熬好的青冈粉连同调料用小篮子装好，和二瑞一起带去小满家。大家必到山上，能有法子就尽量分享。伯娘，是他婶啊，吃了吗？坐下一起吃吧。我们吃过了。看着他们碗中的几粒粟米和切得细细的草根，心里不由得一酸。唉，这一家子老小现在就省粮吃草根，时间长了怎么扛得过去？伯娘，这是我做的青冈凉粉，料已经放好了，专门送给你们尝尝味道。大婶，你们都缺粮，1碗就够了。叔奶，你就放心吃吧，我娘弄的青冈粉多，水坑里已经泡满了。啊，什么东西？江婶子，这就是你泡青冈子做的。小满，你尝一下就知道了，好吃的。大婶，多谢你给我家送的吃食，这情我老头子领了。小满他奶给大家分分，我们吃。说罢，小满爷视死如归的尝了一口。好吃，真的好吃。小满他奶，你们也来尝尝。有了小满爷的鉴定，几人顿时都过来尝了尝味道。妮妮也在地上捡起一根，放进嘴里嚼起来。柱子，这是你江婶子做的好菜，你嘴淡，吃一口。大柱子成亲1年摔瘫的，现在才20出头，已经重度营养不良了。我躺着不饿，不吃东西，留给爷奶吃。乖孙，你就多吃一口吧。江婶子送的多，我们有吃，妮妮也有吃的。大柱，你就吃吧，这东西也不是什么稀罕的，明天我再送一些过来。我们有一口吃的，就有你一口。你现在饿死自己，就是活活气死我。奶，我吃。家里巧云还在做饭，我只站了一小会儿就走了。那个棚里的气氛实在压抑的难受。回到自己家，吃过玉米糊糊，大家就开始分头干活。徐二瑞去砍柴，巧云留在家里处理青冈子，以后每天多磨粉，给小满家分一些。我提着柴刀和锄头，背上背筐去山林逛逛。搬家快半个月了，还没有走出50米。我们家的炭窑就在不远处的一个缓坡上，这是一片低矮的灌木草地。我一边清理杂草，一边将大大小小的碎石捡放到一起，一会儿有大用。这块是我早就看好的开荒地，现在清理出来翻地备用，等雨水一下就能播种了。每清理一段土地，就在边缘挖一道沟，将刚才的石头垒沟里竖起一道坎，再把地铲得水平，放眼看去出现一层层平整的梯田。我把其他地方的表层土收集好，倒在梯田里。表层土基本都是落叶腐植质，这样就能解决山上土薄石头多、肥力差的问题，就是太耗时耗力了，只能一点点弄。
搭起5层梯田后，回到家简单吃过晚饭，忙碌的一天就过去了。躺在烧得暖乎乎的土炕上，我只觉着浑身骨头都舒展开了。徐家村村长徐平茂带着又做梦了吗？渝州府城是徐家村附近，这读的不是我传说的小说吗？赶紧看看聂梵天怎样了。村长带着10几人的逃难的队伍，往400里外的渝州府城进发，拖家带口，走了快1天才出20里地。突然，一群面黄肌瘦的流民冲了出来，顿时2拨人打成一团。此时聂梵天抽出一把菜刀，就冲进人群中，刀刃飞过，血花四溅。杀人了！娘，山下又烧起来了！来了！哎，烧就烧吧，又不是没烧过。啊！我了个乖乖！是山火！啊！娘，这下是全完了！怎么办？看这个距离，只要10几分钟就能烧到山顶。死脑子，快想办法！啊，巧云，你能闻到烟火味吗？娘，没闻出来。孕妇的鼻子灵敏的像是开了方。巧云说没有闻到，那就是风向暂时没吹向我们。阿瑞，你赶紧去通知小满家，把家里的粮食用石头泥土盖住，然后带人去我们的太阳那儿。好。还好今天挖出来一片梯田，现在赶快去把剩下的杂草清理掉，就能有块安全区。大婶，今天晚上这场灾难恐怕难躲了。相信我，这里可以避火。阿瑞，小满，跟我来把火引开。砍是砍不完了，得用火烧，把风口的枯草点燃。他们俩跟着风吹的火线跑，又见到旁边的火星就赶紧扑灭。二瑞媳妇，你娘什么时候开的荒？这一片地土很肥啊。婆婆说土伯也能种地，这个叫梯田，想要多深的土就能有多深，还可以蓄水插秧。太爷，这场火要能逃过，我们求他沈教教，我们也学做梯田。所有的希望还得等这场火过去。啊！快，风向变了，别管这里了，我们赶紧回梯田那边去。火烧过来了。自从搬到山上，婆婆对自己比亲娘还好，可为什么老天爷不让这好日子过得长久？娘，二人！啊，巧云，你怀着孕可千万小心呐！你们别乱跑，火吹过来了！娘，快，大家都趴在地上，用衣服挡着脸，把脸贴在土里。娘，我们还是该跟小天一起走的。终于，热气过去，火逐渐朝着其他山头烧去。火走远了，火走了，活下来了，活下来了！娘，巧云，我们活着，我们没死。祖宗保佑啊！活到现在，还没听说谁一家人能从山火里囫囵活下来。咱们做到了。几人缓过劲来，就赶紧跑去看房子。我家的炭棚房顶烧了一半，石头房完好，接着跑去小满家。小满家因为贴着崖壁搭建，山峰在这里拐了弯，除了满是灰尘，没多大损失。小满乃从土里掏出2袋子，把家里仅剩不多的白面全部搅成一锅面糊，放盐放调料，再大方的滴上几滴香油。每个人都又累又饿，这顿面糊糊吃得喷香。吃过饭，几个人在地上铺被褥，七歪八倒的睡下了。外面天快亮了，空气被烟火笼罩。这场大火不知是流民还是乱兵放的，不过好的地方是，现在任谁都不会想到上面还有活人，这下终于能安心生活了。二瑞娘，我们这群人能从火里活下来，这命都是你给的，以后我们一家子都听你的安排。长庚伯，以后还是大家相互扶持吧，我见识短，有些事还需要你多多提点。回到家中，巧云这时才发现石墙里面的老母鸡正使劲扑腾着。巧云突然想起来，这些鸡一整天都没吃没喝了，心疼的不行，
赶忙打开木栏门，母鸡们扑腾地飞进了旁边的树林，喝着山泉水，在烧焦的土地里找吃的。突然，石缝里出来一只烧伤的山鼠，几只鸡瞬间兴奋地咯咯叫着，一嘴一嘴啄死分吃了。我看到后，顿时想到了什么。啊！快，尔瑞，跟我捡肉去！啊？啥？娘说捡肉。快，尔瑞，跟我捡肉去！啊？啥？娘说捡肉。这场山火肯定烧死了好些鸟禽，趁着还没坏，赶紧去救上小满，一起多捡些回来。啊，好，我这就去。搜寻了一上午，3个人捡了满满3大筐。江婶，这对兔子可以给妮妮玩吗？可以，不过刚烧完大火，你得更辛苦的找草喂它们哦。等我们到小满家，已经是傍晚了。我们把捡的肉全部堆在一起。小满乃打理灶上很是有经验，这堆东西很快就让他刮洗干净。伯娘，家里盐用着紧，就不做腌肉了，咱们每吃一顿，剩下的就晾起来做干肉吧，能放多久就吃多久。给孩子们吃吧，这些天他们都累，别像以前那样抠搜了。小满乃不舍得看着这些肉，最终还是把一大筐肉都倒进锅里炖起来。巧云从篮子里拿出一碟青钢粉做的软饼，两家人一口肉汤一口饼，脸上的笑容就没停过。江婶，明天我早点去捡肉，别让其他野物叼了。天一亮，二瑞和小满去捡肉，我沿着山涧小溪往上寻觅着。之前从小满爷那儿得知，山后还有好几座山峰，基本都是黄土加砾石为主，土壤贫瘠。走到高处才看清这场火的规模。我们两家由于靠近水源，植被茂密，其他地区砾石偏多，火烧到那儿就停下了，所以其他林子没太大影响。水沟两边刚开始还是枯草，渐渐的石壁上发现一片地瓜藤，地瓜藤能治肺热咳喘、风湿跌打损伤，只是9到10月间才有药效，现在只能用来烧柴。哇，真的有折耳根，这玩意才是真正的宝贝，好吃就不说了，关键能清热解毒，治疗上呼吸道感染。装好折耳根后，我继续往山里寻觅着，能当主食的植物还没找到。路上顺带采了一些野葱和野韭菜，终于找到了一片黑褐色藤条，葛藤。葛藤可以编织葛布，是寻常百姓家的主要布料。只不过采葛多在5到6月，现在同样只能用来烧柴。不过葛藤用不上，下面的葛根却是好的，根茎可以磨粉做小吃，也可以直接炖煮。说罢就开始挖起来。等我把超过200斤的葛根挖出来，已是黄昏，只好先带一部分赶紧回去。回到小满家，地上又多出一大堆烧焦的小动物尸体。伯娘，这有葛根，赶紧切了下锅炖上。哎呀，你挖葛根干啥？这能吃吗？意识到这个年代还没人吃葛根，我随即拿出一条最嫩的处理起来。这葛根能治很多病，熬水煮粥能治口渴多尿，小孩受凉发热呕吐就加生姜蜂糖，要是配合其他药还能治中风偏瘫。什么？二瑞娘，你说这可以治瘫？什么？二瑞娘，你说这可以治瘫？见一屋子人都望着自己，我才惊觉自己说多了。伯娘，我是听老人说过，葛根可以治中风偏瘫，也不知道跟大柱的情况对症不？哎，是偏瘫了。很快，锅里的肉炖好，葛根也炖好，两家人每人1大碗，围着中间的火塘坐，吃得热气腾腾。奶，给我吃葛根。徐大柱也听到了我们的对话，偏瘫也好，瘫痪也好，只要能治病，他都要吃。大婶，2年前冬天，大柱在山上烧完炭，本来该在山上住1夜再走，他惦记家里，冒险背着沉重的炭筐，抹黑下山，失足跌下山崖。刚抬回家时，腿还有知觉，找了郎中来治，扎针汤药齐上，可越治越坏，就连屎尿都失禁，彻底瘫了。他一心求死，几次被媳妇救回来。大柱把媳妇春凤赶回娘家改嫁，不要跟着自己苦一辈子。刚开始春凤回来过几次，但都被大柱骂走了，之后被娘家另外嫁人，就没有再来过。大柱身体太弱了，要是他能调理好身体，恢复手上的力气，以后自己就能穿衣吃饭。只要大柱能自己吃饭，再长些肉，也比现在好。吃完饭，3人回到自己的家。房子什么时候修好了？房子什么时候修好了？是叔公来修的，他说这些天都是咱家在忙找吃的，他也该做些事。你个傻丫头，他来修你就让修，不想想你叔公一把年纪咋爬屋顶？我也不想，可我拗不过他。早知道在对徐大柱的事上再多说几句好了，哪怕没啥用，也能让2个老人心情好些。回到家没急着睡，把折耳根洗干净，摘成小段，再撒点薄盐腌上，只需要腌上几小时，重新放入调料，腥味就没有了，这样他们也能接受。
洗漱完躺到炕上，我想再回到上次听书的梦里，想知道聂凡天和外面的世界怎样了。睡是睡着了，可梦里什么都没有。早上起来时，巧云已经在烧火做饭。娘，二瑞见您累了要多睡一阵，他就自己去假山沟搬葛根了。唉，原身虽然受苦，孩子懂事也是福气。趁着早上做饭这一阵，我去梯田里继续开些荒，顺带把烧过的山火灰和土皮堆填在田里，只要气温暖和，雨水一来就可以播种了。要回去吃早饭了。娘，能不能不吃？昨晚小满和徐二瑞见到背篓里白白嫩嫩的折耳根，很是好奇，于是吃了一口，结果马上吐了出来。这次不一样的，很好吃，嘎嘣脆。哎，这味道怎么变了？好吃，好吃！于是4个人一口一口嚼得停不下来。吃完饭，我跟着小满爷的指点，一起在梯田将最上方那块地改成长形水渠，方便以后梯田的灌溉。青冈粉早就吃腻了，我想吃香喷喷的白米饭，想吃白面，想吃猪头肉。下雨呀！什么时候才能下雨？哦，可能是小满爷甩过来的泥吧。啊，下雨了，是下雨了！哎呀，总算是下雨了。火烧龙背这几天，再旱也该下了。烧龙背，多么熟悉的词！以前听爷爷说，之前科学不发达，每遇天旱，农民就会抱团在山脊上点燃柴火来烧龙背。这雨水带着黑灰落在身上，脏兮兮的。我和小满爷赶紧收工回各自的家。巧云已经在忙着把晾晒的青冈粉收回屋内，还要赶鸡回窝，我则赶忙收集一些干木柴备在厨房，两人忙得团团转。难得闲下来，我坐在门槛上，看着远山外的大雨，浑浊的空气被一点点洗刷干净，浑浊的未来也被一点点洗刷得明亮。雨水小歇后，我赶紧去到小满家，要找小满爷问些事。长庚伯，现在雨下着，什么时候补种麦子合适？我家还有10多斤苞米，周围烧过的草木灰土坡上种几斤，剩下的就给你，拿去全部种在梯田里吧。这些苞米恐怕是小满一家人从牙缝里挤出来的口粮，我家也还留着几斤麦种、苞米种，还有红薯种和豆子菜种，都是去村里收刮来的。长庚伯，不如我们两家的粮食种在一起，梯田那边我会照顾，平时你帮忙看着坡上的瓜豆，该种啥该收啥，提上一句。大婶儿这样说，就是在提携自己一家不饿死，家里就一个小满劳力干活，这是说何种，纯粹是帮我家忙。二瑞娘，这可累着你跟二瑞了。这时二瑞和小满也回来了。江婶子，大柱给你磕头了。二瑞，赶紧去让大柱别磕了。江婶子，哎呦我去！江婶子，哎呦我去！起来吧，小满，以后干什么事就得听我的了。这雨淅淅沥沥的下了好多天，我让二瑞先捡了新鲜的生石灰，少量放进盆中泡开，再把麦种放进石灰水里，这样可以杀死土里的虫卵，防止麦种根部被咬烂。然后趁着雨歇，我带小满和二瑞去把小麦种了。播种过程很顺利，很快就种了4层梯田，但麦种没种完，我就叫停了。娘，麦种还有多的，把这些地都种上吧。那一块地得留着育种育苗，这些麦种可以种到其他地方去。好了，快收工，回去喝碗姜汤暖和暖和。后面的几天时间里，我们还在周围烧过的荒坡上种了高粱、豆子和不少菜，总之就是在各处土壤厚实的地方见缝插针的放种子。至此，春耕农忙也算暂时结束了。接着，我又带着小满在没有山火烧过的山头采药。徐大柱的肠胃不好，这是最需要解决的。江婶子，这草我认识，这是鸡腿根，可以吃的。小满说的没错，番百草又叫鸡爪参，徐大柱虚不受补，鸡爪参就是最好的药物。小满听到这药草能给自己大哥用，立即开始满山遍野的找番百草。除此之外，还有一种药也能调补脾胃，那就是脚板芍，也叫野山药，但此物生长在更为偏僻的地方。我们一路走一路找，终于在一处山崖下找到了野山药的藤条。江婶子，这能吃吗？当然可以吃，野山药跟红薯都是一家的。就这样一路边走边采，回到家时，我和小满的背篓已经装满了草药。我把鸡爪参和野山药交给小满奶，让他在炖汤时放入。小满爷听到这鸡爪参和人参的效果一样，大吃一惊。这也是可以补气的吗？唉，
之前家里可没少花银子去买人参，早知道有这东西就好了。是啊，这东西可吃不得，要毒死人的。长庚伯，这是野山药，没毒的。野山药，那一件事我认错了。放心吃吧，长庚伯，这也是一味好药。好。除了草药，这次还捡到不少干透的童子。两家分了后，我让巧云拨去硬壳用细铅串起来，点燃能照明。处理好童子后，二瑞也要再去田里沏田砍。从播下麦种后，他就天天去看，这是一家人1年的口粮，不能出错。小满爷也是每天去地里除草，知道我要晒草药，还帮我搭建了木架和棚子。崖上两家人就这样你来我往，相互帮衬着过春荒。等雨彻底停歇后，山上的黄槐花也开了。这种槐花是顶好的止血药，但是花期不长，采摘要尽快。而且这槐花入药时只需米粒大的花仁，剩下不合格的花苞我也没浪费，用水焯过后再裹上粉蒸来吃，少量食用无碍。而且大家都没吃过，我给2个老人也送去了些，让他们也尝尝鲜。不得不说，在缺粮时期，这些槐花饼还是新鲜爽口的。摘完槐花，我又带着大家开始给红薯育苗，但因为肥力不够，这里的红薯历来产量不高，个头也小。我想着以后粮食够了，要多孵些小鸡仔才行，这样就能沤农肥了。但我的想法还没实现，山坡上刚长出苗的庄稼就遭殃了。这是谁干的？这是谁干的？山里种庄稼就是这样的，先是开荒难，种上后又怕鸟雀吃，现在又是兔子，等收成时还有野猪，忙忙碌碌1年，一粒子都落不到。原来是被兔子吃的，照这样下去，庄稼的产量至少要丢1半，这可不行。于是我召集2家人聚在一起，商量下怎么解决野兔的问题。现在正是豆子长苗的时候，一回就是1苗，一回就是1季，疏忽不得。兔子生再多，吃的也多，一晃眼就是一群，得抓紧了办。我们多扎几个草人，既下雀儿又能守地。二瑞说的对，我们今天就要扎草人去。这野兔放以前是保护动物，但在这里就得死，靠人抓不行，那就只有你们今天就去找艾草，捣烂兑水，撒在兔子出没的山坡上。兔子吃百草，用艾草能行吗？兔子也能吃艾草，可艾叶的味道兔子不喜欢。如果有其他食物的情况可以吃，兔子肯定不会强迫自己吃不喜欢的东西，他们会选择离开。现在我们是要先保苗，用草人也好，用套抓兔子也好，那些可以缓缓的来。这真能行？妮不是养着兔子吗？试试就知道了。哎，好像真有用！好，以后每天多给你们吃最喜欢的奶浆草。走，我们割艾草去。当晚我就和二瑞、小满在兔子有可能出现的地方撒上了浓浓的艾草汁水。第二天起来一看，果然起了效果。小满也开始在大柱的指导下开始学着下套。快看，我抓到了什么？婶子，我抓到了一只兔子，今晚又能添肉了。没想到大柱教小满下的套，当天就抓到了兔子。小满喜得从此每天晚上和二瑞去放套。除此之外，粮食扩种也迫在眉睫，于是我把肥球育苗提上了日程。制作时要加入粪水，二瑞他们倒是不嫌弃，几个人像屎壳郎一样，嘻嘻哈哈地围着臭烘烘的粪土搓丸子。二瑞娘，这苞米根就扎在肥球里，不怕干也不怕缺肥了吗？是的，不需要再浇粪，而且这样不怕缺苗补苗，只需要移栽时挑着好苗种就是。是了，不怕补苗，这法子好啊。经过3天的忙碌，育苗的事终于告一段落。我又想起上次下山砍竹子时发现的那些鲜嫩竹笋，趁着最近没有流民比较安稳，我就独自去挖了一筐笋回来。娘，这些东西不好吃。怎么就不好吃？这可是笋子，这么嫩的笋尖，你们不吃我吃。娘，这笋子苦得很，吃不下。没事，我有办法让你吃下去。这里的竹子不是南竹，所以笋子苦涩难以入口。于是我把这些笋焯水之后泡去苦味，再放入油盐清炒。果不其然，2家人都吃得赞不绝口。于是我带着小满和二瑞去把山下的竹笋都挖了回来，大家一起骑上阵，把这些笋都处理好，切丝晾干了。咦，马蜂，那这附近一定有蜂巢。我在马蜂身上系了一根羽毛，然后一路追着找到了蜂巢。这蜂巢巨大，就在悬崖边上，看着十分危险。但鹿蜂防噬药可以给徐大柱治疗腰伤，不能损失。思来想去，烧火烟熏是最稳妥的方法。
到了晚上，我和二瑞、小满来到蜂巢树下，用火点燃干草后，烟和火光很快就刺激到马蜂飞出来。我们跑得远远的看着，马蜂在拼命，但童子火焰也给力，高空中的马蜂渐渐稀少。1个时辰后，火堆熄灭，蜂巢外也没有了动静。确定安全后，小满爬上树去摘蜂巢，我和二瑞在树下收拾战利品。这些马蜂泡酒可是调补身体的好物，毒性越大，效果越好。回到家后，这蜂巢把大伙都惊到了，于是都不睡觉就围在一起挑蜂蛹。这蜂蛹也是个好东西，高蛋白，含有多种微量元素，被誉为天上人参。我清蒸了一部分，每个人都吃了10几个，剩下都碾成粉留给了徐大柱。大婶子，真是多谢了。二瑞，这鸡蛋也给巧云养养身子，以后等大柱好了，一定好好感谢你和你娘。客气了，叔公。苞米苗和棉苗今天都挪到坡上来，梯田的麦子还没熟，地腾不出来。江婶子，你这肥球育苗的法子真神，苗根都包在泥球里，一点没伤着。省得补苗，也省种子，就是多费点功夫。以后育苗就这样做，虽然多2道活，可省了种子，还不伤苗，真是好事。二瑞，我要定了，想帮他把人选走。可是娘，水要淹进来了。先把你媳妇挪到我窝里去。巧云，你是不是要生了？娘，我想上茅房。巧云，快躺下，这是孩子要出来了。二瑞，别愣着，把剪刀、棉线都找出来，放水里煮上。巧云别怕，娘去请小满奶来，她有经验。糟糕，下面可是小满家，水要进屋。常坑伯，巧云要生了，我想请伯娘去帮忙。哎呀，这样大的事说什么情？你在崖上喊一声就是。小满他奶，小满他奶，老婆子你快去看看，别让孩子们害怕。二瑞娘，我这就跟你走，这些东西反正都泡了水，不管了，还是人要紧。娘，你可算回来了，巧云疼得厉害。巧云有伯娘，你快去崖下帮小满。好的，娘。二瑞娘，你从鸡窝里抓只大红公鸡，用背篓反扣在门角里，背篓上再放一把刀。山里邪祟多，有公鸡镇着保平安。我不行了。好孩子，再使把劲儿，能看到头了。二瑞，家里没事了，你赶紧回去看看巧云吧。巧云，生了，生了，是个女娃。巧云，你辛苦了。二瑞，你当爹了。我居然当爹了。你给孩子取个名字吧。我想就叫彩霞吧。巧云生完，接下来得好好坐月子。立功的大公鸡不能杀，只好先抓只母鸡给巧云补补身子。若是没有奶水，在这荒山野岭上，孩子就难养了。二瑞，你一会儿送些鸡油去小满家。好的，娘。油和杂碎分2家，鸡肉用盐腌好，泉水镇着，留给巧云。于是每天鸡汤里炖上少量野当归、野山药，再和益母草水促进恶露排出。6月天热，产妇不能出门纳凉，就用艾草熬水擦身。巧云是个乖巧懂事的孩子，一只鸡吃完后，娘不能再杀鸡了，我这月子做的比谁都好，就是娘家嫂子他们也没有谁一人吃1只鸡的。鸡的确不能再杀了。之后便把鸡蛋留给了巧云，小满奶也把自家的蛋又送来了，都是从牙缝里省出来的。唉，真是难啊！山洪暴雨过后，小满也把冲到的豆子全部割下来，1大片豆子2家人就饱饱吃了2顿。小满奶还是心疼叹息，要是再过2月这些豆长实了，至少100斤，够吃1个月的。小满、二瑞整日忙着抢救地里的作物，2个小伙子直接累得躺下就起不来了。暴雨已经过去几天，趁他们娘俩睡着，我就会去林子里挖些雷公菌，摘些地瓜果，还记了出刚冒头的青冈木耳的位置。原本干涸的山沟里，现在已经水流潺潺，忍不住逮了些小鱼和田螺，回去给孩子们解解馋。而这铁螃蟹捣烂混合草药外敷，能治疗骨伤。大柱现在已经伤2年，不是新伤骨折，效果难以预测，只能姑且一试了。长庚伯，你等一下，我来给大柱上药，你要在旁边帮一把。上药，上药！我今天去找到几样药，就想给大柱试试。真的可以用药？这事可没有什么定数，只能先试试看。大柱的情况也就是这样了，再坏又能坏到哪里去？二瑞娘，那就辛苦你了。小满这时候不在家，我用石臼把3种药捣烂成糊，药效小满爷奶也没多问，就在旁边关切地看着。药弄好后，就叫来大柱检查身上的骨伤，入眼就是皮包骨，满是针灸留下的疤痕与淤痕。没料到伤得这样严重，日后只能一样一样的试药了。大柱，这药每天1换，先服5天看看，要是没效，咱再换方子。接下来的日子得熬一熬了。婶子放心，我能坚持住的。老伤重伤，真的只能试试了。巧云，产后才12天，你应该多躺着休息。娘就只做点饭，不累人的。你在旁边歇一下。娘叫你炒田螺，锅热倒油，葱姜炒香，倒入田螺，泡姜和辣椒是关键。哇，好香！你刚生完孩子，本来不能吃田螺，就尝一小口吧。
好咸，太好吃了吧！小满，才是因为大猪用药的事。15岁的孩子考虑的东西太多了，面对这样的家庭，心理压力非常大。我撒谎说大猪说不定会好，留他在家吃饭。这田螺真好吃，以后我去摸。对了，婶子，我今天看见村里有流民住进去了。什么？流民住进村里？什么？流民住进村里？小满，你把套兔子的陷阱再挖大一些。我们还是要小心点，不要跟那些流民见面。这里老弱病残齐聚，不得不往坏处多想。次日，进林子里去找一种特殊药物，形如海草，根似阳姜，被誉为天下第一毒药，也是救命第一圣药。找了5天，终于找到了，砍来10几根青钢枝条，削尖做成头枪，把捣碎的枝叶涂抹在箭头上，这下防身的武器就有了。林里的木耳也长大了，干木耳1斤可以卖到1两银子，这要是能自己种多好。娘，你回来了。昨天的木耳刚晒好，正好腾出位置晒新的。我跟你说过几次，不能这样蹲着干活，以后会落下病根的。没蹲多久，刚刚才蹲的。婶子，今天村里来了好些人。是些什么人？好些军士，还截下过路的流民不让走。情况复杂，晚上咱们去看看情况再说。当晚就一起出发，去看村里动静。那些军士要扎兵，即便要划警戒区域，也不会划到这一个山头来。若真是要搜山，就得想法赶快离开，做的那些武器就没用了。果然村里变了。快看，住在我家那个流民是女的。这女人住在村子里很危险，流民里难免有畜生不如的东西。回到家已经是半夜，二瑞还是没忍住问我：“娘，小天他们会不会也快回来了？”村长他们恐怕是进了渝州府，不会回来的。我满脑子还是村里那几个大棚子，还有很多疑问没有答案。次日一早，二瑞哥，今天我们摸田螺和螃蟹去。好，等我一下，再2口就吃完。这是你们2人的午饭，别忘了带。谢婶子，现在每天我都饱饱的，看手臂上都长肉了。小满，你走错了，抓田螺不走那边。二瑞哥，我想再瞧瞧昨天那个女人，我感觉好像是在哪里见过她。啥意思？你说是小天和村长他们回来了，是村里人？不是，只是有点熟悉的感觉，想看清楚些。天黑前要回家，快走吧。等等我。二瑞心中也挂念着小天，2人再次来到能窥视村里的山崖，只见提刀军士在村子里走动着，时刻警惕着四周。2人半天也没见那女人出来，只好一边挖翻百草、采草药，一边查看着下面动静。突然，小满，快，你看那边山脚的水沟里在干什么？昨天那女人在呢。不好，快走！此时村外的草丛里，2个人正抱在一起，在草丛中厮打。贱人！昨天晚上是给你脸了，还敢烧我！若不是有张军头在，老子昨天就把你抡了！就是掐死我，也休想斩我身子！就是掐死我，也休想斩我身子！真的是春风姐，嫂子，你是小满吗？是我，嫂子。春风嫂子，你怎么来这里了？你们怎么也在这？我们就住在山上。你哥的，我哥候着呢。快跟我们走，别再回村里。等一下。这人是那些劳工里的头，要是他醒过来就麻烦了。小满和徐二瑞抬起死人，静悄悄走着，很快3人消失在茫茫树林里。2个时辰后，3人出现在老云崖的山头。春凤越走越快，以前他跟着大柱来过自家炭棚，知道这条路。徐家村被烧，他以为徐家人都逃荒去了，于是就在废墟中等待，心里想着哪怕死也要死在徐家。几次的从生到死，春凤已经到了崩溃的边缘。春凤，是你吗？是我，奶。傻闺女，你怎么又跑来了？奶，这里才是我家。大柱哥，
Hello， 大家好，本集的故事就先到这儿告一段落。我呢是这个频道的创作者，说实话，制作这期视频呢花了我不少心血，希望你们会喜欢这种沉浸式的观影体验。如果这一集影片有让你看到忘记时间，请一定要帮我点个订阅，这对我真的很重要。另外，因版权的关系，未删减版我已经整理好放在置顶留言区的链接里了，大家呢现在就可以点开下方留言区，我们在完整版见，拜拜。